欢迎收看今天的中国简报。我们报道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举行的会晤、奥库斯协议对中国海军优势的影响，以及浣熊作为 COVID-19 来源的可能性。此外，我们将讨论中国私募基金行业的新法规、中国金融监管机构的重组，以及德勤创纪录的罚款带来的影响。我们还将关注澳大利亚葡萄种植者因中国关税而面临的危机，中国共产党为深化对金融和技术的控制而进行的全面改革，以及印度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走钢丝。此外，我们报道了中国2023年首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暂停影响债券交易的定价数据，以及随着企业将生产从中国转移出去，对中国技术的持续依赖。我们还研究了打车巨头滴滴的反弹，英国政府设备对 TikTok 的禁令，以及中国对小巨人的投资以实现自给自足。最后，我们报道了对百度的 ErnieBot 的评价回暖， TikTok 的内容审核更新，对中国职业教育改革的建议，北京香港事务高层办公室的重组，以及香港顶尖人才通行证计划的潜在扩展。习近平终结了邓小平的改革，他的变革是袁世凯吗？华尔街日报记者魏玲玲对中国两会的评价，邓小平改革的终结。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习近平不是邓小平的继承人，邓的晚年丧失了思考能力，他不会想到一个昔日战友不起眼的儿子从福建会返回北京，断送了他的改革。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与邓小平上世纪50年代一同从外地入京，不过习仲勋1980年代启动的深圳特区没有多少人知道。邓是中国改革的总工程师，所有的光环都集中在他身上。即使习仲勋被流放到广东，也不是习近平要放弃邓小平路线的根本原因，而是邓的改革给中国带来了飞跃的发展，同时也扩大了贫富差距，甚至腐败是经济最大的动力之一。中国面临住几个选择：走西方民主之路，继续沿着邓小平路线击鼓传花，重新塑造政府体制。习近平选择了第三条路。从上台开始，新时代这个词出现了，有点改期换代的意思。最近的党政机构改革并不是习近平体制蓝图的全部，但已经是几任民选总统都难以做到的工程。其中科技委、金融委的出现表现出他的雄心与谨慎。科技的发展没有国家力量的推动，在工业化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从基础科学到技术应用，中国都会用举国之力，而且必定会有诸多突破。虽然离美国仍然很远，但的却是第二名。金融是发展中国家最兴奋又最脆弱的部分。南美陷阱、亚洲金融危机以及美国金融周期性腐败给了习近平警惕的理由。他的部下甚至一度怀疑上海的股市崩盘是否金融政变。但是股市必须从现在死沉沉的状况走出来，成为中国的华尔街。这次机构调整中，金融委与金融局的成立便符合习近平既要又要的贪心。从1980年代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多少以西方作为进步的标准。习近平明显不是他们希望的领导人，但是除了发牢骚，他们挑战不了现实。是的，习近平不是邓小平的儿子，但他更不是毛泽东的孙子。过去这些年，局势的发展证明了很多人只是在臆想，习近平必定超过很多人的想象力，即使他最后失败者，他也将是一个变革者。有人讽刺他是袁世凯，如果人们诚实地重审袁世凯，中国近代的变化，袁世凯可能比孙中山做得更多，也更好。本文作者和平，中国简报分析专家。华尔街日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下周在莫斯科会见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下周访问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这次访问旨在强调两国之间的密切关系，并讨论扩大国际合作的问题。会议还将涉及进一步发展中俄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的热点问题。这次访问是在中美关系紧张的情况下进行的，北京向俄罗斯提供经济支持，因为他因乌克兰的持续战争而面临国际孤立。这次会晤还将签署若干双边文件。FT 奥库斯，英国圈和大国竞争的回归。随着 AUKUS 协议的签署，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正在重新建立联盟，以对抗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海军主导地位。该协议的核心是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潜艇，并且已经引发了争议。澳大利亚否定了之前与法国的潜艇交易，法国短暂地从华盛顿和堪培拉撤回了其大使。奥库斯条约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的威慑行为，以劝阻中国对台湾或在南中国海部署军事力量。然而，一些战略家认为，该协议正在促成与中国的军事紧张局势的危险上升。彭博社新的分析显示，浣熊犬可能是 COVID 的来源。新的数据表明，根据对2020年1月在武汉华南市场采集的样本的基因组数据的分析，浣熊犬可能是 COVID-19 的一个可能来源，许多早期 COVID 病例就是在这里出现的。据报道，
这些浣熊犬在食品市场上被活体出售，而且已知对冠状病毒具有易感性。医学病毒学家、传染病医生多米尼克·德怀尔 （Dominic Dwyer） 表示，新的发现提供了重要的增量证据，支持该病毒起源于野生动物，而不是中国实验室的假设。南华早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俄罗斯之行能否帮助结束乌克兰战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俄罗斯进行的国事访问，预计将涉及乌克兰的冲突。中国外交部长秦刚最近呼吁莫斯科和基辅之间进行和平谈判。此前，中国最近成功促成了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恢复外交关系的协议，这提高了人们对北京在解决乌克兰冲突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期望。尽管与俄罗斯有着牢固的伙伴关系，但自俄罗斯入侵以来，中国一直与乌克兰保持沟通，并呼吁结束战争。然而，一些专家对中国帮助解决冲突的能力仍持谨慎态度。财新网：监管机构加强对中国29万亿美元私募基金行业的控制。中国资产管理协会 AMAC 发布了新的规则，收紧了对私募基金经理和新成立的私募基金的注册要求。这些规则将于2023年5月1日生效，对公司和基金的前期资本要求都将提高5倍。根据新规定，想要成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的公司一般需要贡献至少1000万元人民币150万美元的实收资本，而之前的最低要求是200万元人民币30万美元。虽然新规定将阻碍许多小型公司的进入，但它将帮助大型私人基金经理，包括一些外国公司，扩大其业务。日经新闻：中国的监管结构调整针对什么？中国最近宣布的金融监管机构重组，旨在填补监管体系中因金融科技公司的崛起以及各监管机构和地方政府的角色冲突而出现的空白。国家金融监管局将接管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任务和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督作用，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投资者保护作用。重组应使中国政府在保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以及解决国家金融系统的紧急问题方面有更大的优势。彭博社：德勤因华融事件被中国罚款和停职。中国财政部对德勤公司处以3080万美元的罚款，暂停其北京办事处3个月，并责令其在2014年至2019年期间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合作中提高审计质量。该部指出，德勤在与华融合作的过程中存在严重的审计缺陷，并补充说，该会计师事务所忽视了重大投资的合规审批，在审计工作中没有运用怀疑态度。这一罚款是去年财政部在检查中对会计师事务所罚款总额的25倍以上。这一行动是在要求国有企业停止使用中国4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呼吁之后采取的。纽约时报：中国葡萄酒关税将澳大利亚的葡萄种植者推入危机之中。中国在2020年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征收惩罚性关税后，澳大利亚葡萄种植者正面临危机，他们遭受着葡萄价格暴跌和红酒过剩的困扰，这导致对中国的销售量暴跌 97%。关税是对澳大利亚要求对科维德19的产地进行独立调查的回应。由于中国是澳大利亚葡萄酒的最大买家，占出口的 40%， 因此对该行业的影响是毁灭性的。在过去的10年里，河岸地区的农民增加了1600英亩的赤霞珠、设拉子和梅洛葡萄树，尽管用于种植葡萄的总面积在萎缩。中国从澳大利亚葡萄酒的最大买家变成了第23位，低于瑞典和菲律宾等国家。农民们现在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是以巨大的亏损出售葡萄，还是将成本控制在最低限度而不采摘？南华早报：国际银行家将指导香港后疫情时代复苏。香港政府已经成立了行政长官顾问委员会，这是一个由34名成员组成的高级咨询机构，包括国际银行家、富豪和科学家。该委员会的第一个任期将持续到2025年6月，将由香港特首李家超担任主席，并将分为3个部分：经济发展和可持续性、创新和创业以及区域和全球合作。政府表示，他将努力推进香港的经济发展和繁荣，挖掘创新和科技领域的巨大商业潜力，并深化区域和全球合作。华尔街日报：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加深了对金融和技术的控制。中国共产党宣布了一项广泛的改革，加强其在管理金融、社会事务和技术发展方面的作用，以巩固习近平的自上而下的统治。上周四公布的指令包括创建新的党政机构和重组现有机构，这加强了党在政策制定方面对政府官僚机构的主导地位，包括建立2个新的党的机构来管理中国的金融系统。此外，新机构将指导中国推动技术优势，并与公民团体和公众接触。英国金融时报：美国检察官调查 ByteDance 使用 TikTok 追踪记者一事。据报道，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查 ByteDance 通过 TikTok 监视美国记者的行为。此前，这个中国拥有的应用程序承认获得用户数据以研究记者的位置。司法部和美国弗吉尼亚州东区检察官办公室已经要求 ByteDance 提供信息，
说明工作人员如何利用 TikTok 寻找美国记者的位置和其他私人数据的细节。由于担心美国用户的数据可能被分享给中国政府， TikTok 在美国面临审查。美国参议员提出一项法案，授权拜登政府禁止构成安全威胁的中国应用程序。彭博社：印度为何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走钢丝？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正在平衡与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在深化与美国的安全联系的同时，从俄罗斯购买军事硬件和廉价原油。印度是美国的战略伙伴，但这种关系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日益自信的中国的共同担忧。在冷战期间，印度与莫斯科的势力范围越来越近，但它对俄罗斯作为其主要武器供应商的依赖性已经下降，尽管俄罗斯仍然是其主要供应商。印度在与俄罗斯的关系上几乎没有面临来自美国的公开打击，美国还推动印度成为制造业中心，以再次对抗中国。印度正在寻求推进自己的利益，避免结盟，找出并利用全球矛盾所带来的机会。路透社：中国2023年首次削减银行准备金率，以支持经济复苏。中国人民银行 PBOC 宣布，它将把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降低25个基点，以支持中国经济的复苏。这是2023年的第一次降准，也是继2022年12月的类似降准之后的又一次降准。此举将于2023年3月27日生效，并将适用于所有银行，但那些已实施 5% 准备金率的银行除外。此次降准宣布的时间早于预期，反映出决策者希望在中国逐步但不均衡的复苏中保持经济势头。英国《金融时报》：中国债券交易因定价数据暂停而受到冲击。中国当局暂停向价格聚合器提供数据，这对中国的债券市场造成了冲击，因为交易商在努力完成交易。实时报价的暂停迫使交易员依靠信息应用来商定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交易价格，该市场占中国市场的 87%。此举是在本月决定加强对数据的监管后进行的。一些货币经纪商已被告知停止向聚合器提供数据资料。日经新闻：在与中国脱钩的过程中，企业仍然依赖中国的技术。由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越来越多的公司将生产从中国转移出去，许多公司仍在依赖中国工人的专业知识。这包括特斯拉，其位于加州的弗里蒙特工厂有超过200名来自该汽车制造商上海工厂的工程师，协助扩大电动汽车的生产。经验丰富的中国工人拥有关键的隐性知识，这些知识在手册中很难传达，使他们成为公司的宝贵资源。然而，随着紧张局势的不断升级，各国越来越将这种依赖视为一种风险，并希望培养更可持续的人才供应。英国《金融时报》：滴滴在中国的反击。中国打车巨头滴滴在经历了18个月的禁止注册新客户的禁令后，已经反弹了。在此期间，出现了一些竞争对手，挑战其市场主导地位。然而，新的数据分析表明，在禁令期间，滴滴只损失了其整体市场份额的 10%， 尽管向客户和司机支付了补贴，并通过对缺乏适当出租车执照的司机支付罚款等激励措施来鼓励忠诚度。竞争对手美团和 T3 航站楼在这一时期未能在滴滴上取得重大进展。美团决定精简其轿车业务，专注于其聚合业务。纽约时报：英国禁止政府设备使用 TikTok 软件。英国已加入美国、加拿大、印度和新西兰的行列，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原因是该应用由一家中国公司拥有，存在安全问题。虽然该禁令只适用于政府官员的官方工作手机，但它是对中国采取的强硬政策的一部分。总理里希·苏纳克最近将中国描述为对国际秩序的划时代的挑战。美国白宫此前已告知联邦机构从政府设备中删除该应用，而 TikTok 长期以来一直坚持不向中国政府传递信息。华尔街日报：中国在航空航天和电信领域培养数以千计的小巨人，已超越美国。中国正在航空航天、电信和半导体等行业投资数以千计的小巨人，以期在这些领域建立主导地位并实现自给自足。这个由政府支持的项目为有潜力掌握核心技术的小型专业公司提供补贴和支持。政府还在确定那些可能成为利基市场全球领导者的本土公司，这些公司被称为单一冠军。该计划引起了分析家们的兴趣，被认为是中国技术未来的预兆。小巨人计划和单项冠军计划在中国培育了约1万家公司。南华早报：百度的 ChatGPT 替代方案在处理中文翻译方面获得好评，股价跳升。百度的 ErnieBot 是 OpenAI 的 ChatGPT 的替代品，它的中文能力得到了积极的评价，这导致该公司的股价大涨 15%。评论者指出， ErnieBot 的中英文翻译能力强于 ChatGPT， 而 GPT-4 的中英文翻译能力优于 ErnieBot。ErnieBot 可以生成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内容，并提供实时信息，这是 ChatGPT 所缺乏的。百度计划将 ErnieBot 整合到其所有业务中，首先是其搜索引擎。
其他中国科技巨头如阿里巴巴和腾讯也计划推出他们的 ChatGPT 替代品。彭博社 TikTok 将允许用户重设已更新推荐内容。TikTok 将允许用户重置他们的频道，该频道向用户提供个性化的视频推荐，以创建一个新的内容列表。此举是内容审核更新的一部分，旨在限制以悲伤、极端运动或节食为主题的视频或有性暗示的视频。TikTok 说，以这些主题为特色的视频在技术上并不违反其准则，但反复接触可能会造成伤害。这一变化是在 TikTok 努力说服美国的立法者，使该应用程序对用户是安全的，并且围绕该公司的数据隐私做法进行了越来越多的审查。南华早报，中国的立法者和政策顾问敦促中国政府改革职业教育，结束歧视，以填补技术工人的缺口。中国的立法者和政策顾问表示，如果中国想成为一个先进的制造业强国，就必须消除对技术职业的歧视，并改革职业教育。参加中国年度议会会议的代表们讨论了中国的技术工人短缺问题，这一问题在高科技行业尤为明显。职业院校正面临着入学率下降的问题，毕业生往往面临社会歧视，导致劳动力供需不匹配。专家们呼吁打破社会对职业院校毕业生的偏见，为有学术天赋的学生创造新的出路。到2025年，中国的制造业预计将有近3000万工人的缺口。南华早报，北京的香港事务最高办公室改革将直接向共产党的中央领导层报告。北京监督香港和澳门事务的最高办公室将被改组为一个更高级别的机构，直接向共产党中央领导层报告。此举被视为对该办公室的一种促进，并突出了香港在中国整体发展计划中的重要性。新的高级别机构将被称为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其主任夏宝龙将留任，在过渡期内监督和实施重组。新机构将致力于调查、研究、协调和监督“一国两制”方针的执行情况，维护国家安全，保障人民的生活和福祉，支持香港和澳门融入国家发展计划。南华早报，香港人才计划，香港考虑扩大政策，允许更多中国大陆顶尖大学的毕业生在本地工作。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诚表示，他的政府将考虑扩大顶尖人才通行证计划，以允许来自中国大陆更多精英大学的毕业生在该市工作。该计划为成功获得世界前100名大学学士学位的申请人提供2年的签证。李克强说，他已经指示有关部门根据该计划的受欢迎程度进行年终审查，并补充说，他相信会考虑更多的大陆教育机构。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分析和政策简报。我们的团队汇总、综合和总结来自各种来源的最重要信息，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易于访问且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是根据您的特定兴趣领域量身定制的。我们了解与中国相关最新发展的重要性，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访问我们的网站 http://6.world， 加入对话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